我不覺得自己是什麼天才，我完全不是，因為我看過可能比我更敏銳的人，我相信也沒人敢保證自己是天才。所以既然我們都不是天才，我們就是要苦幹實幹。那所以你們覺得我用那個扁線筆，就是我畫線這件事情，我練到什麼狀況了？我不曉得你們怎麼想。這是扁線筆嘛，對不對？像我上課的主示範一定是這支扁線筆。那我覺得你用哪支筆都一樣啦。線稿它是一個技術邏輯，你用哪支筆，照理講你都可以發揮出那支筆的所謂線稿價值。那它被我拿來當成線稿用，但是這支筆本來它不是拿來畫線的，本來應該是上色用的，這個應該是常見的扁形的。那這支也是用圓的改的，它本身完全不特別，甚至沒什麼粗細。也不會是那種新手在用想用的筆，但是呢，我用它，我就是把它玩出一個高度，這樣。那天就在想，我畫線的這個邏輯，如果直接畫彩稿會怎樣？我有試一項，這個都是用扁線畫的。左邊是我的概念圖，我用基本平頭在畫概念圖，我得到一個很特別的東西，一個新的概念，就是我把彩稿當線稿畫，原來可以耶！這是扁線筆啊，看得出來吧？只是它不是黑色啊，然後在色彩的通透美感上，哇，好像有一點東西要變出來。下周有些工作也畫完，然後我再來畫畫看，有些能量好像要跑出來。然後之前這個是一定我確定的哈，到時候我再給你们看那個我們這種能不能直接出彩稿這件事情，到時候我會把它做成上課教材，這是可以的，這做得到。這種主圖的經線跟層次配完色可以處理成彩稿，然後再加上幾個修飾，當然我這個花沒幾分鐘弄了，它有辦法做到，然後變成一種類型的彩稿。好，那我現在要做一個，我自己要做一個記錄的整理。有一個網友問了我一件事，網友的留言是說他自己有一些畫畫的基礎，有一些畫技基礎，在不同的畫技狀況下學線稿會有什麼差異呢？就是好比說你是新手，你練線稿你會有什麼樣畫技進展？然後你是所謂的入門，你學線稿你會有什麼進展？那我對這個問題我也很好奇。我是知道，我看的學生的狀況是知道。那我好奇的事情是在哪邊呢？就是我也想看看說這樣的同一個線稿課在不同學生身上，這次我教完課我就會很追蹤採樣，看看不同的學生，因為很多舊生，很多10梯以前的同學們來上線稿課。那我會很想看看說線稿課在這些學生身上發生的作用。這次線稿課人蠻多。那我覺得以我為例，來我給大家看一個例子。那我畫線稿，但是我線稿分階段。現在給大家看，這是我在前幾年我還沒有很專注在開發線稿這個技術的時候，那時候畫的線。這邊給大家看一下，長這樣，這是當時畫的。然後那時候用的線稿的筆呢，是一個叫草稿用筆的，應該你們要上課應該也都拿過那一支。當時畫的，我覺得我這個可以畫很快，我好像一個晚上2-3小時我就能畫好，像這個很快，這個就幾乎半小時內的事情而已。好，那可以注意一下這個階段我的美感。其實這個階段我當時當局者迷嘛，我不知道怎麼去突破我的美感。那一些物件結構細節什麼的，我也以為我已經探索到極限了，反正就是進步不了。那個時候的感覺是進步不了，我覺得逼自己硬逼硬拼下去，好像就是有個瓶頸在。特別是美感這件事情是只有別人感覺得到，自己完全不知道的。我那時候美感是有受限的，但是其實我那時候的風格也是有一點偏類真多一點。你看這個圖像，我現在畫的嗎？不太像嘛，對不對？好。那時候我會不會畫線稿？我會畫線稿，但是我沒有深入研究跟開發，沒有更精準的去鍛鍊下去，所以我那個時候線稿就只是線，然後畫了一些那個多久前啊？反正以前應該有同學拿過這張的影片吧。那這個當然後面就沒再繼續畫了。好，那個時候的線稿是這樣。好，那看一些這個時期的彩稿，線稿對彩稿的影響。那我們來看看彩稿。當時這個圖包裡面相對畫的比較好的幾張彩稿，我來看看。每張都不像點。好，當時算是這個畫的比較豐富有趣吧。這個什麼時候的聖誕節我怎麼沒有標年份還有那個時候好像工作時刻為了那個畫的比較多嘛。來。尼爾吧，那時候比較有代表性的是應該我畫尼爾那個圖，被盜版玩具廠商拿去做盒子。有同學有拍給我嘛，就是那個在夾娃機裡面看到。那時候的畫面是這樣。那我那時候雖然能畫線稿，但是我沒有深入去挖掘線稿的
畫技價值，所以我那時候盡全力大概就這樣。那你說我那時候有沒有留手？沒有啊，我盡全力，我沒有哪一張是隨便畫，我都盡全力在拼，畫了那就這樣。那給大家看一張，这張就是我那時候畫完，我覺得我盡力了的。然後但是就是我覺得啦，以現在眼光看，就很多地方都可以再改掉，這樣好像還是有些可取的地方。可是以我現在眼光看，我可以再把它畫得更好吧。那時候的很多東西也不對，然後美感呢可能就是一個極限瓶頸吧，就卡着。這多久前啊？這可能真的有7、8年前吧。那個時候畫的比較好的可能是這張吧，這張比較沒有辦法第一眼就挑出太多問題。那時候畫這樣，當時的線稿狀態，對應的彩稿是這樣。再來下一個，這是現在的線稿。好，那現在線稿當然你們就看的比較多了，就是我從哪一張看起？從這邊應該可以，這是這1年2年的線稿。那應該會發現我在線稿畫技上精進很多。這現在線稿，那現在我在線稿上有很多東西也都不怕，就是當時剛剛看的那個7、8年前線稿，其實有個東西我會怕，不敢畫，什麼東西？排線。我那時候排線其實不太能畫。如果你們剛剛有認真看有比較的話，我那時候排線其實不太能畫，不太有抓到排線的訣竅了。當然排線在線稿裡面是不是這個重點呢？你說是就是，不是也可以不是。然後但是我在美感上有提升，而且提升了很多，一看就知道，就是這個圖就我認為就是像是2個年代的圖了。然後我後來畫了每日挑戰，畫了30天嘛，請那個鬼哥跟信娘一起入坑的挑戰嘛，然後再來畫到這些線稿的時候，我都覺得我可以畫得很流暢。然后我覺得相對豐富度啦、敘事性啦什麼的，甚至要表現故事性、漫畫感，我都可以畫得比以前好。然後再來就是前2天畫的，雖然這個可能看的人不怎麼多，但是它是我想畫的東西，就是我可以開始真的很快的把我想要的東西連接到畫面。有些時候你想要的東西中間經歷很漫長的步驟，然後也一樣生不出來，但現在我可以，然後現在可以再更生動一點。我覺得這是線稿帶給我的很多的價值。這個會把它畫完的，沒人看我會畫完啦。好，那這個時期就是我現在的彩稿。那不知道你們覺得現在彩稿跟當年彩稿比有多大差異呢？舉這個例子，因為近期我彩稿畫的比較少，這是現在的彩稿，我覺得線稿帶領我的彩稿前進。認真講是這樣，我真的很多圖你說一張彩稿的前進嗎？我不這麼覺得。我覺得有些時候一些觀念的突破是靠線稿。坦白講，跟你們這麼說，我不覺得自己是什麼天才，我完全不是，因為我看過可能比我更敏銳的人，我相信也沒人敢保證自己是天才。所以既然我們都不是天才，我們就是要苦幹實幹。那所以有很多的畫技累積，你基本上你就是要做，該做要做嘛。那有些有價值的畫法，可能也是在等待着我們一起去開發下去。我沒有想過我會現在把線稿開發到這個階段，甚至線稿能變彩稿，我也沒想過。那當然有可能國外有很多厲害的藝術家，可能他們也做得到，但是我最少我自己眼光所及的話，是我自己比較專注在開發線稿。好，那我自己是一個簡單的对比總結是這樣。那所以給那個目前你已經開始要上1月中線稿課的同學，給你們放心，給你們定心丸，就是不管你哪個階段你來學這個線稿課，我認為都會有很大的進展，都會直接影響你的彩稿。而且好像會師團就是學長姐會長，每個應該都上過線稿課。我這麼想，我也覺得好像我近期彩稿真的比較少。好，這個呢就是我做一個簡單的對照吧。